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村理惠所著的《老化连锁效应：不知不觉的衰退与身心相处之道》。这本书非常推荐给那些希望切断衰老连锁反应、长久享受人生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阻碍快乐人生的3种衰老；第二，为了不走向衰老人生必须了解的关键知识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阻碍快乐人生的3种衰老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谁都希望能尽可能过得快乐，品尝美食，去喜欢的地方旅行，和志同道合的人欢笑相处。很多人都希望这样的平凡幸福能持续得更久一点。然而，有一种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夺走这些快乐，那就是衰老。一提到衰老，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身体机能的下降，比如上楼梯容易气喘，走到附近超市都觉得麻烦，早上起床变得困难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不适，其实都是衰老的信号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衰老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，例如情绪变得容易低落，不太愿意与人交往，逐渐宅在家里，这些变化同样也是衰老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衰老会在身体、心理、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慢慢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首先要意识到衰老是多方面的，它往往隐藏在日常行为和细微变化之中。只要能够察觉这些变化，就有机会采取对策，甚至可以有效减缓衰老的进程。衰老大致可以分为3类：身体的衰老、心理的衰老、生活方式的衰老。这3者看似独立，实际上却紧密相连。例如，因为走路变得困难，外出减少，与人交流减少，情绪变得低落，这样的连锁反应并不少见。也就是说，这3种衰老会互相影响，在不知不觉中破坏整个生活。但反过来说，只要能尽早发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并加以应对，就可以阻止老化多米诺发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具体讲解这3种衰老是如何发展、如何相互影响，以及如何应对。第一，身体的衰老伴随人生阶段而来。在身体衰老中，最容易察觉也是最普遍的现象，就是肌肉力量的下降。一般来说，肌力在30岁左右达到巅峰，之后逐渐下降，到60岁前后，下降速度明显加快。例如，男性在退休之后，女性在子育结束后的约10年左右，往往会明显感受到体力的下滑。到了75岁以后，进入后期高龄阶段，衰老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。当然，年龄只是数字，但现实中，人生阶段往往也对应着身体机能的转折点。因此，如果已经进入这些阶段，就更需要有意识地关注身体变化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信号：变得懒得走路，走路速度变慢，稍微走一会儿就容易疲劳。你是否已经注意到，这些信号都与下半身功能衰退密切相关？而下半身的衰退是最容易引发老化多米诺的关键环节。当肌力下降时，会带来什么？跌倒、骨折风险增加，进而提高进入需要护理状态的可能性。一旦老化多米诺开始倒下，其最终可能走向的结果，就是卧床不起，失去行动能力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无法自行行走，甚至翻身都困难，长时间只能仰望天花板，排泄也需要依赖尿布。这里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，而是希望你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不要忽视下半身衰退，这是阻止衰老连锁反应的关键点。重要的是，不要把这些信号当作今天只是状态不好而轻易忽略。当你感觉站起来有点吃力的那一刻，其实就是一个分叉点。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，老化的多米诺效应就会迅速加速。但即使身体不能像以前那样灵活，只要持续活动身体，肌肉仍然可以慢慢恢复，重新找回站起来的力量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察觉身体发出的老化信号。第二，心理的老化，从行动范围缩小开始。
随着年龄增长，不仅身体会变化，心理也会慢慢发生改变。当心理老化开始时，往往会出现以下状态：好奇心下降，不再尝试新事物，对曾经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，外出次数减少。你是否有类似的感觉？如果其中有3项以上符合，那么可能说明心理老化正在发生。心理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体老化。当身体无法自由行动时，会逐渐失去自信，比如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：这些不安会让人逐渐减少行动。这种由身体变化引发的退缩心理，正是心理老化的起点。一开始只是微小的情绪变化，但逐渐会导致行动范围缩小，生活乐趣减少。而一旦快乐减少，心理老化就会进一步加速。这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责怪自己的情绪变化，更不要放任这种状态持续下去。可以这样对自己说：今天有点低落，但也没关系。比起做不到的事，不如看看自己还能做什么。用这样的方式接纳自己，并稍微向前看一步，这正是阻止心理老化的重要分叉点。第3，生活的老化。从活动减少悄然开始，身体老化与心理老化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，它们会相互影响，形成负面循环，最终让整个生活变得越来越缩小。这就是生活的老化。例如会出现这样的变化：出行从步行或乘车变成只在附近活动，甚至只开车出门；购物或外出依赖他人，或完全通过网络完成。对穿着打扮不再在意，只求能穿就行；娱乐方式变成被动接受电视、手机，不再主动参与；对季节变化、节日习俗逐渐失去感受。也就是说，生活的老化就是生活的色彩在减少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是生活的活跃度下降，身体与心理的衰退正在悄悄减少你的人生选择。因此，保持生活的广度，增加哪怕一个新的行动选择，这些小小的积累，就能成为切断老化连锁的重要力量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避免走向衰老人生需要知道的是：一、养成活动身体的生活方式。想要减缓身体老化，最关键的是日常中的小运动，并不需要特别训练或高强度运动。例如，早上醒来，在床上慢慢活动双腿，在玄关台阶做简单上下踏步，刷牙时做手臂抬举，坐下时多做1次起立再坐下。这些小动作只要形成习惯，肌肉就会有反应。关键在于3点：能坚持，不过度，轻松愉快。其实家务本身就是很好的肌肉训练，比如提着1公斤的购物袋走10至15分钟，几乎等同于哑铃行走的运动量。而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动作，就相当于1次轻度深蹲。比起增强肌肉，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肌肉流失。不论年龄多大，肌肉只要训练，就一定会回应。今天的一小步，将会支撑你5年、10年后的生活。2，在生活中加入一点不同。除了运动，给生活增加一点新刺激也非常重要。不需要复杂，比如走一条平时不走的路，在超市尝试新的食材，在没去过的车站下车看看。这些小变化对大脑和身体来说都是强烈的刺激。当大脑接触新事物时，会开始积极思考这是什么，该怎么应对。同时，身体的使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，平时不用的肌肉被激活，动作方式也会改变，结果就是大脑更年轻，肌肉更容易维持。3，温柔面对不想被别人看到衰老的心情。很多人其实知道应该外出，但就是做不到，原因在于一种很自然的情绪，不想被别人看到自己变弱，不想被认为老了。但如果因为这种想法持续回避社交和外出，生活会越来越封闭，最终失去走出去的理由。这正是老化连锁的起点。尤其是男性，更容易不依赖他人，不愿展示弱点，因此更容易孤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也容易产生
现在开始也没用，反正坚持不了，从而把自己困在小世界里。老化多米诺，往往从极小的契机开始倒下，但支撑住第一块骨牌的力量，其实每个人都有。请记住这3点，不忽视肌肉的衰退，尝试一点新的变化，温柔接纳自己的情绪。这3点就是切断老化连锁的关键一步。人生如何发展，取决于我们的选择。今天的一小步，可以阻止老化多米诺，也能改变未来的自己，不被衰老吞噬的人生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希望。最后想和大家说的是，衰老并不是一瞬间发生的，而是在我们每天的选择中悄悄累积的结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，而是可以被我们一点点延缓甚至打断的过程。也许你无法立刻改变很多事情，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出一个小小的不同，多走几步路，尝试一点新鲜事物。在情绪低落时，对自己多一点理解和包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